那上次呢讲那个柯 P 心理学，那承蒙各位好友的朋友的关注网络上就很热这样子，那进厨房就不要怕热，对不对？那基本上我们这社会有时候被一些极端的声音绑架，好像有些人呢的工作就是专门敲键盘的，那我们不是，我们是正常人，我们要上班，然后我们要念书，我们要挤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方医师再次强调，我们并没有要要去说谁不好啊，或者是攻击谁这样，我们要帮助我们的这个观众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那我们今天呢会有2个部分今天这一部分是讲科潮的心理学，这个顽强的科潮的心理学。那第2部分呢，我会再补充柯 P 心理学的那个精简版、精华版，继续补充下去这样。首先这个针对这个科潮方医师呢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刚好听到一首歌是张韶涵在唱的，叫做《阿刁》没有别的意思，刚好是听到这首歌叫《阿刁》。阿刁是赵雷写的，那方医师一边听这首歌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那个小草之歌那这是一个白话诗那我改编自赵雷的《阿刁》，然后跟各位做分享。来，我来朗诵一下：小草生长在台湾某个地方，门前铺满了阳光，我们来聊聊过往。阿草我在称呼他阿草，这样跟阿草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像随时要救台湾一样，意思是说有人不是阿草，有人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像随时要救台湾一样，跟阿草说，阿草，虚伪的人有千百种笑，你何时下山，记得带上你的卓玛刀。卓玛刀就是杜母的意思，西藏的一个女神。卓玛刀，明天你在哪里？谁会在意你？接受困惑，像风一样吹过坎坷不平的路上，回头看看，慢慢的足迹都让它留在那里，受过的伤长成疤，开出美丽的花。好，继续跟阿草喊话：阿草，明天还是要吃饭，孤独是一种信仰。阿草，真相会磨平了棱角，挥别的青春，平凡的溃败，没必要那样的在乎。你是自由的草，什么风怎么倒，哪里倒哪里好。爱情是悲伤的种子，你是一棵树，永远都不会哭。以上这首小草之歌方医师要献给纯情的小草们，代表方医师对纯情小草的理解和关心。那我这样子说好了这首诗我就代表说这个小草爱上柯 P 了，小草爱上柯 P 了。所以这一段我来讲政治上的恋爱。真正的小草其实是浪漫的，多浪漫你知道吗？大热天他骑着摩托车去送外送，那一个单才几十块钱而已然后就捐给阿伯500块1000块，那把阿伯当作是一个爱台湾的人其实我也是我也当了5年6年的这个柯粉，所以把阿伯当作是爱台湾的人，爱阿伯就等于爱台湾所以天气如果越热，然后去送外送，然后捐钱给阿伯，觉得自己很伟大，自己是一个很爱台湾的人，大概是小草的心态。那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谈过恋爱，你会愿意为对方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说小草在情感上是爱上柯 P 的，那这是政治上的初恋。那我们之前爱过阿扁阿扁是我政治上的初恋然后后来又被这个柯 P 骗走感情，那现在回来已经一身残破那韩国瑜也有他的黄昏之恋当时很多中老年人或老一辈的人爱黄国瑜爱到不行。我有一个长辈坐轮椅的，痛风发作，结果竟然坐轮椅到总统府的那个前面人家推着他就是要给韩国瑜选前之夜加油。所以韩国瑜也是一票韩粉的黄昏之恋。所以如果你有女朋友，女朋友问你说你为什么爱我这个问题很危险的，这是一个撒旦的问题。你知道爱情本身是盲目的、不理性。这时候如果你回答说我因为你长得漂亮就爱你，那他一定很痛苦，说我哪一天老了你一定不爱我了，然后就哭得跑出去了所以千万不要给他答案，你要说我也不知道了，我就是爱你，我一定傻了才爱你，这答案就 OK 了。所以谈到爱情它本身是超越理性的，是盲目的。所以有人还在问说，为什么小草对阿伯不离不弃这么死心因为那就叫爱情爱情在讲理由吗？初恋所以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那就叫爱情。很多证据都证明阿伯算是我不敢讲全部啦，政治上的渣男一部分然后小草仍然爱着柯 P那这是一种在逆境中的爱，你知道吗？外面的风雨越大
越能证明小草的内心情感上是澎湃的，所以越反对他越是要跟阿伯私奔啊，拦都拦不住啊，这叫做爱情，好不好？好，伟大的爱情。所以当真爱遇到政治上的渣男怎么办？政治上的初恋真爱，然后真的遇到政治上的渣男怎么办？我跟你讲，这就是你青春必要的消费了，必要的消费了。青春都一定要有这种受过伤的感觉吧，所以这些政治上的渣男他一定会挥霍掉你的青春的。那最后有些人会醒说啊，我遇到渣男，或许有些人不会醒啊。那方医师今天就要问说，为什么你不会醒？很多人都跟你讲说，不要跟这个男跑了，他很糟糕他是花花公子，但是你还是要跟他跑。为什么呢？那我方医师讲一些小理由。有一种被诈骗的人他已经被诈骗的几百万了，他不愿意醒因为他醒了之后，那些被诈骗的就是真的被诈骗，那他就会不断的加码，因为他只要一丝丝的希望说，这不是诈骗他有可能是真的，即使是1/1000的机会，他可能都可以拿回他的钱，而且是更多的钱，所以他不愿意洗，骗他的多，他已经没有本钱在洗。第二个，他可能要合理化自己的懦弱，他明明是被欺负的有些女生被欺负的，那竟然还要说我要保护她，我要照顾她。有些家暴妇女也是这样，然后被欺负的女生也是这样，那明明天天都被打被家暴那他会说他也不是天天打我啦他135打246有休息这样子所以还说他没有天天打嘞，而且说他偶尔也不错啦也会带我去吃这个餐厅这样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人这个他压力太大，他还跟我说他以后会改有没有这样家暴妇女？有，前面骂得要死后面都是替他讲好话，那明明都是飞蛾扑火，你知道，那他感觉自己很伟大，明明是一个悲剧的受难者，那还把他演成悲剧的英雄明明众人都说皆曰不可啦，偏偏喜欢那一种千山我独行悲壮的感觉那喜欢悲壮的感觉对不对？还是没有勇气去承认说这个失败走出家暴的这个舒适圈。你知道家暴是舒适圈然后不想要重新做人，走不出家暴的舒适圈那方医师要讲到底是哪一根筋不对为什么有这么痴心的人这哪一根筋不对那有人就说对啦，你讲的都对啦，他骗我钱他把我的钱骗光光但是我还是相信他是爱我的然后说为什么你相信？因为我有问他说他爱不爱我，他说他爱我是不是这样？那对啦，柯 P 贪钱谁不贪钱？哪一个人不贪钱的柯 P 这个贪钱不好，谁是完美的人？柯 P 不完美啦，那谁完美？我还是相信柯 P 是可以改变台湾的人，救台湾的人。那还有一种更毒的，我说对啦，我很笨我傻，我就是支持柯 P 啦，不可以吗？那现在是怎样不可以支持是不是台湾有没有自由大概是这样，这些想法我都尊重，真的都尊重就好像有些家暴的妇女或者被家暴被欺负的女朋友她只会抱怨不会离开那为什么这些人不会离开呢？都已经事实摆在眼前，环境这么恶劣，方医师今天的心理学就要告诉你，有可能而已。有一种心态，心理学就是小时候的亲子关系是不安全的依附父母亲很强力的压抑让他没有机会发展他的人格，都只有一个规矩，就是乖听话才可以得到照顾不乖一定打的乖也是要打到乖然后乖也是要打的，不乖也要打的那这种低自尊的人格发展，它是在人格发展里面最底层，他习惯逆来顺受，是他唯一的生存之道他内心不安全没有独立人格这种个性的人进入家庭或社会，他需要一个心灵寄托的一个强大的偶像他要去靠那个强大的偶像，他会作为意志上的一个投射投靠我很弱，所以我需要一个强者，所以他就说我支持他，我崇拜他，因为在我的心中他是强者，那我要成为他的一部分，那我就会可以获得一些强的成分，然后感到安心，感到比较强大。那上一代的人做我这一代的人曾经寄托在阿扁身上，因为阿扁当时对抗万恶的国民党对不对？那这一代的年轻人就像当年我寄托在阿扁一样，他们寄托在柯 P 身上，那对抗谁？对抗万恶的国民党跟民进党，但是现在好像只有对付民进党，那没有安全感，没有自我人格，那变成一种顺从者这种不会反抗的人，甚至就会合理化霸凌的行为，在人际关系上它有点像那个狗一样，你知道吗？你如果让它狗你把它当狗在看，你这种强势的行为刚好满足它病态的需求，这是很病态。
很畸形，你把他当狗看，这就是他要的。所以以上这个我就抱持这种完全同情、理解、关心这些纯情的小草。但是我跟各位讲，小草不是只有一种而已，草也是很多种，你知道吗？今天方医师要跟各位讲，草纯情的小草以外方医师在讲3种假的小草，我们要稍微理解一下，因为现在为什么社会上这样子乱没有把它分得很清楚。纯情的小草我们了解，我们关注，我来讲这3种。第一种假的小草，你知道民众党这个党在台面上这些人目前不是第一代的人，第一代的创党的人那真的是有一点这个热血的，那被排挤的呢，是整个民众党的这个家业已成了以后，哇，选举补助款都是上亿的，小草都捐上亿的，还有一些财团也会捐的，哇，这个家里钱都掉在地上，没有人捡的，发票都乱开的，然后可以拍一个片子几十万、100万的，家业这么大有人是来吸血的，有人来吸血来寄生的，我不敢讲全部啦，但是家大业大，总是会交到坏朋友。等这些党产真的用完了，干了没有钱了。在台湾有几十个党，你知道吗？那每个人都是要救台湾的人，多少人还会继续？多少人会继续说，对，我要在这个党奋斗我要在民众党里面，即使没有任何党产，我都要倾其所有来帮助民众党来继续救台湾。我们眼睛看多少年以后，这些人说，对，我要继续救台湾，我要救民众党。当没有党产的时候，那其中里面还有一个人呢，我们不要讲是谁，大家都可能听得出来，他想要借着这个位置然后会行使其他的暴虐感，还有一种复仇的心态。也就是说，以前你们都看不起我，现在呢，我要出头，我要让大家常常看我的铁拳，我的怒吼声。那这都是我认为这是第一个假的小草。这些东西呢，因为政治权谋太大利益太甜所以这个很难说他们的真心不真心保留就对了。那我讲第2种假的小草，你知道社会上都会有一种边缘人，你知道，然后他觉得没有占到便宜，那房子没有买长成这个样子太夸张了。然后呢，科技股没有跟上，没有买到科技股，电子股没有买到，那长成这个样子，你知道每天涨那个股票像方医师这种没有买科技股、电子股的每天都很痛苦，你知道吗？堆星光，都堆星光，很痛苦然后觉得薪水上不来老板个性很叽歪FB 上面都是 po 一些吃吃喝喝的为什么社会上的好康都轮不到他了？为什么都轮不到他？那这种不平的心态不平的心态。我一个同学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台大医科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很不平然后他会做什么事情来发泄他的不平呢？他会半夜跑到马路上去乱丢垃圾，他以为说他乱丢垃圾就在报复这个社会，然后讲给我听，他可能是要约我一起去丢垃圾，我都觉得你要有本事就白天去丢，还半夜去丢垃圾，怎么那么孬这样子？所以就是有人自己他不敢闹，他半夜去丢垃圾，然后呢，他要别人帮他闹，所以如果社会上有人闹得很厉害，他就越来越支持，他去默默的支持那些敢闹的人，他越闹越支持，所以有人是在看戏的，甚至要闹的。那如果社会越畸形M 型化，这些暴富的小草第2类的人就是暴富的小草，它会越多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社会和谐的，没有每一个人，社会越乱这些小草就觉得说暴富的小草会觉得有机可乘有机可乘，所以当然里面随着最近连我们的对岸的友邦也都开始支持阿伯了嘞。他说这个台湾司法他们看不下去了啦，连对岸都看不下去，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检讨，真的。所以他看不下去，台湾司法乱搞嘛，都在整治一些对手嘛，所以呢，有一些网军一些带风向的人，他就开始出动。那有些人，我跟你讲，他们是真的有人是希望台湾乱的，有人是希望台湾乱。最近对岸国民党等等开始在支持阿伯，因为他们不肯让这个火不肯让这个火停下来。每次都讲一些比较干话干话就说如果有罪的话，我们就支持司法的这个处理如果没有罪的话，就不要司法追杀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废话吗？就好像有些病人跟我说，如果这个药吃的会好的话，花多少钱都可以。事实上就是没有100%，所以有人是希望台湾乱有机可乘，有人是希望柯 P 之火不要熄灭，然后制造台湾内部的矛盾，那越来越乱越是有机可乘所以大家其实要警觉，为什么5%的这个支持者
然后网络上弥天那个盖什么的。都是这个小草的这个讯息，所以大家要注意。那讲第三种小草，假的小草。这一种小草是这样子，在台湾很喜欢那种免费的道德提升不花钱的道德提升比如说台湾喜欢用不花钱的方法比如说呢来当一个高级人不花钱的提升道德变成高级人。比如说台湾有些人支持同性恋，我没有说不支持，好像故意支持同性恋。故意废除核能，故意废除死刑，等等等，其实也没了解这些课题，但是就很支持，因为这都是高级人的题目嘛。这个是很快在朋友之间很免费的、很快速的得到高级的人设的他支持这些呢。那以前台湾电购的时候这个外国人外国高级人，他们都在废核废除核能，那大家就跟风嘛。然后呢，现在电有点不够了，那外国的高级人也说这个也有安全一点的核能。他们也开始在改了呢。就我们这些以前跟风的人就开始动摇，就开始这个不一定要废核。那台湾喜欢吃这种免费的套餐对于这个同性恋议题核能议题甚至这些什么死刑议题，那以前打败万恶的国民党是我们那个时代古时候这种知识分子的道德人设没有骂两句，哪算是个知识分子当然现在国民党不行了，民进党起来，没有骂两句。怎么会提升高级的人设呢？所以有时候也骂不出什么来，就说不行不能支持民进党那等等等，那到底不能支持什么他们都乱搞乱搞什么就是乱搞啦，一定乱搞大概就是这种论调，这是免费的道德人设。那第三势力本来柯 P 这个平台，它是免费提供高道德人设的平台然后他常常会讲说，有一些人我最讨厌政治了我从来不看电视都在闹我一听到就是高风亮节的人，平常都在看书的人还会背唐诗的人什么党都一样都是乱七八糟又刷了一波那个高人设方医师跟你讲，批评别人不好是提升自己最方便的方法柯文哲柯 P 平台最近出事了，撞墙了这样。那这些人也很快跳车，一定要跳车吧，再压下去也会出事嘛所以跳完车可以去哪里？可以去哪里？这些高人设的人，你要去寄托那个咆哮兽吗？用咆哮来仇恨来带领大家，大家没有寄托吧？还是在寄托我？等方医师出来选台北市长这样，然后眼睁睁的看着方医师出来选台北市长，然后变成第二个柯 P。我跟各位报告好了，方医师在这边也是要救台湾的，我是用心理学、用医疗文化提升来救台湾的。我虽然喜欢救台湾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吃便当，而且我吃便当速度也很慢，非常慢的，不快的，这大概是我的意见。所以以上就是对小草的看法。那有3种假的小草在台湾运行。第一种就是在党内那些台面上的人物有时候我是希望他们不要只有吸血，等到没有血的时候他们会脱落没有那么真的有心我跟你讲，社会边缘人第二种假的小草，他希望台湾这个社会越乱他越甘心因为他现在不甘心嘛那谁越乱就支持谁。那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多盖一些社会住宅。我们柯 P 第一任市长的时候，他有说要盖社会住宅呢，那第二任他就很忙了，你知道吗？他很忙然后他就说盖社会住宅浪费钱那他就不知道有没有盖总之多盖一些社会住宅。你知道对一个年轻人买一个房子是拖老命的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如果帮助这些年轻人，就是盖社会住宅至于说有一些用党产养的网军或者对岸势力的渗透那就铁板一块。那他们为什么可以渗透？就是要看我们每个人的心防强不强，我们对于民主、对于自由，我们坚不坚持，好不好？我们越是能够心防做得好就不怕别人渗透那些准备来留言的人我们也是用这种与人为善的心态，希望大家一起进步最后那一种觉得自己很清高的第三势力说我很清高，那常常说我不喜欢政治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很脏好脏这样子最近白色的党本来很干净的也有点脏了，他们应该也会跳车被跳车这样子。最近声音比较小，所以最后我同情那些浪漫的小草，他们是一种政治上的真爱，只是初茅庐遇到政治的渣男，就像那个家暴的妇女或男女朋友，有时候明明知道说没有未来，那还在骗自己。那么为什么一直要骗自己？因为内心的脆弱需要关系上的一种强势者，这些弱势者他把他自己卖给这些强势者，所以他已经卖掉了所以他离开这些强势者，他们变得无依无靠
那他们自己有时候没有看到这一层寄生关系，他们还在合理化自己寄生的行为，然后待在这个畸形的这个寄生关系里。方医师也期待说大家难免会有这种浪漫的心怀，但是还是要长大。好，以上是今天第2单元这个侏罗纪14公园的科草心理学。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